这应该就是传说中一个供奉活人的神社了，它就在我的身旁。嗨，大家好，我是阿生。现在我在日本的兵库县，那离吉尔火车过来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位于兵库县的一座废弃的神社。那关于这座神社一直以来呢，便有很多的谜团，因为大家呢都不知道这个神社里面究竟供奉的是什么样的神，甚至有人认为神社里面供奉的是活人，这听上去还蛮惊悚的，所以也一直传出过不少灵异的一些传闻吧。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就一块儿去一探究竟。火车来了，走。你看，像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那种长者，他们在生前的时候做了不少的善事，又或者说是那种道义的事情吧。然后死后呢，就被人供奉为神的事情呢，其实自古以来在日本同样也有。比如说像菅原道真，以前我们曾经去拍摄过的那个百鸟神社里面呢，供奉的就是菅原道真了。不过在神社里面供奉活人的事情还真是闻所未闻，你有听过吗？没有只听说过活佛。活佛，对，那个在藏传佛教里面嘛，确实是有活佛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神社里面，竟然供奉的是活人，而且还是废弃的神社。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现在离它已经越来越近了。前面这里有一座神社，但是看上去还蛮新的。这座神社，你看它的那个石鸟居应该是才修建没有多长的时间，涂上了白色的漆，所以看上去挺崭新的。这座神社叫做破盘神社，而我们要去的那个神社呢，是在它的后面吧。
这个山林间啊，路非常的难走，而且处处有很多这种大型的蜘蛛。稍等，我处理一下。这里的路啊，非常的不好走。我想我已经找到这座神社了。你看，这里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石鸟居，上面的文字都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但是不难发现的是啊，从这里呢，就是进入这个神社的入口。不过现在神社的这个石梯啊，已经被这些铁网挡住的。旁边这里还有一个告示栏，写上了什么最近好像是发现了什么熊之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熊出没，这个神社呢才被封闭了起来，而周围是茂密的竹林。你看这里还有围墙，上面还有这种瓦片，非常的粗。确实已经围在这里很长时间了，周围有很多的蜘蛛网。如果我们要进去的话，可能也就只能从旁边的这个铁柱啊，这样翻过去。你稍微等我一下。过来了，这难度比较低。来，给我一下，从这边。你稍等一会儿。你看，这里啊，就进来了。周围的竹林非常的茂密。来，进来了。你看，在茂密的竹林之间啊，有一个非常陡峭的阶梯，而那一个山门啊，就那个地方。看来这个寺庙啊，很长时间没有人来打理了，周围好多的竹叶，而且有很多的蜘蛛网，特别的茂密。这里有石灯，上面写上了玉灯。这边的石灯笼已经都没了。你看这蜘蛛是不是特别的大？处理一下。这里好像有很大的一个洞，你看，特别的深，哇哦！这看下去啊，我估计得有4米左右吧，有可能是一口井。你看这个神社啊，
它其实和国内的寺庙还蛮相似的，因为都是那种修建在竹林当中，而在国内也是一样的，一般有竹林的地方呢，都会有寺庙吧。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山门比较的破旧，而且它的两旁呢又不是那种对称的建筑造型。另外，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周围呢都没有什么四大天王或者说是守护神之类的？所以我感觉这样的建筑更像是一个半山腰的名家，有这种感觉。或者说是某一个小型的那种要塞吧？你觉得呢？像一个山寨的城门一样。山寨的城门有这么一点点的感觉。你看山门，它的这些木板全部都已经弯曲了，看上去感觉到随时都会坍塌掉，而且在地上处处都散落了很多的瓦片。你看那边还有很精美的像仿木式的斗拱一样，是石头修建的。这地上也有很多的砖瓦，这种有造型感的，不过全部都被破坏了以后呢，或者说是倒塌了以后就掉落在这个山门的旁边。哇，我想这里应该就是寺庙的主殿了。看上去比较的寒酸，但是没想到这个寺庙的主殿就在这个半山腰吧。你看，在我身旁这里有好多的佛像，全部整齐一排排的堆放在这个丛林之间，而且这么多的数量我记得上一次看到的时候呢，那都是在国内河南的中华5000年里面才看到的，而中华5000年里面它所堆放的那些全部都是山寨品，而这一些那可真是有一些历史了。不过非常有趣的地方呢，在于你看这些佛像它们全部都是6个一组、6个一组的雕刻在这种石板上面。从它们的这些造型看上去呢，又有点像是那种地藏菩萨吧。这里还刻上了一些文字：南无妙法莲华。我想这几个字应该和国内的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意思，这应该是日本的某种佛经吧。你看在这边同样也有好几尊石像，这有点像是观音，但是呢，它的面相看上去呢又不是很像观音，但是又坐在那种莲花台上面。而这一个佛祖他的耳朵还蛮大的，所以给我的感觉像是那种罗汉一样。这边还有3尊，这里后面全部都是佛祖。看上去这身上的这些痕迹感觉与周围的环境还有这个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吧。你这周围还有很多古老的大石块，就感觉像是这里面好像还隐藏着什么。这里还有一个石灯笼，你看这里
这应该是柳叶观音吧？他手拿着宝瓶，坐在莲花上面。而这一边呢，是一个像武将一样的人，手上也是拿了一个宝塔，右手拿着一根棍子还是什么之类的，应该是把剑吧，可能某种法器吧，看上去也是挺有那种岁月感的。而这一个地方啊，你看，这里面感觉像是观音一样的，但是他的脸部呢又像是罗汉，就被供奉在这个小小的神社里面。这一面以前是油灯，干涸以后啊，全部都已经锈浊了。看来很长时间啊，没有人来这里烧香拜佛了。地上的石灯笼啊，都已经倒掉了。这里还有住处，以前的石灯笼就这样的。而这个小小的神社呢，应该就是主殿了。这里写上了晋什么地主之类的，它上面的玻璃啊，全部都已经破洞了。而这里也是曾经呢被传出啊是供奉活人的地方。现在它的这个木门啊，已经用木板给钉上了，进不去。来看一下里面，这就是神社的里面呢。因为这空间啊，并不是很大，中间呢倒落了一个神龛，是红色的。而在最深处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像金色一样的佛塔的油灯吧，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地上呢就是榻榻米。但是你看这上面啊，有好多只蝙蝠吧，吊在那个地方。而传说中的那个活人啊，好像并没有看到哎。那这里面供奉的活人究竟是谁呢？据说啊，这个神社呢是大阪的一个实业家啊，他在2战以后修建的一个神习教社。但是修建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便过世了。过世以后啊，这个神社便无人打理。此后呢，常常啊就会有人听到神社里面发出的一些男人的呻吟声。当然还有人看到啊，有老人一样的幽灵呢，穿梭在这个神社的周围。所以慢慢的这里呢，就变成了日本的心灵之地，又或者说是那种都市传说吧。不过现在我们来了以后呢，看了半天啊，好像也没有看到太多奇怪的东西吧。只是这个神社啊，真是比较难走，而且比较的破旧了。哇，你看前面这里啊，还有很大的一个洞。哇哦，里面啊是一只巨大的蟾蜍，哇，非常大，看上去，而且周围还有很小的一些蟾蜍，全部啊都被供奉在这个地方，这看上去还蛮逼真的。而在这里呢，还放了一瓶酒，全新的，供奉的一只蟾蜍。这边的小房子都倒掉了，不过不难发现的是，里面曾经也应该是供奉的谁。里面都是空的，而这些木门全部被破坏以后呢，就散落在这个周围。找了半天啊，仍然没有发现传说中供奉在这里面的那个活人，而是在这神社的最深处的那个洞里面呢，竟然发现了大大小小被供奉在里面的蟾蜍吧。这真是让人啊有一些摸不着头绪。不过你看啊，像这种废弃的神社，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什么地藏菩萨、罗汉或者说观音之类的，应该早就被盗走了。而这里应该不会被盗走，还是说这个神社里面原本啊就没有供奉
任何的神灵呢？谁知道呢？但你看周围啊，这些茂密的竹林还有树林啊，空气真是特别的清新，有一种治愈的感觉。好吧，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那我是阿生，我是小孙。现在呢，我们在兵库县的废弃神社。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地上还有一排，看到？这里还有一排小僧人。我刚才发现啊，这个僧人他的头部，你看，都掉落在这里了，被草丛遮住的。神社里面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家了。再看一下这个山门。这边都已经全部坍塌了。哇哦，地上还有一个什么壁虎？看这里面，石灯笼。小小的神社，还有这边精美的一些佛像。好，走了，走。远点哦，注意安全。慢一点。
多的蚊子。蚊虫非常的多。再看一下山门，这天啊也黑得特别的快，那外面特别的晴朗，但是进到竹林以后，看非常的黑。又得过去了，来帮我拿一下灯，来我先下。OK， 慢点。OK， 安全。不过你看这周围啊，散落了很多家用的一些物品。好，就这样了，拜。